各位观众啊，总算是可以到一个地方休息了啊，这个是第2天了，我总算到西班牙这个巴塞罗那了。我昨天是一路真的是辛苦的要命啊，早上5点多起床，然后坐计程车到戴高乐机场，直飞巴塞罗那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巴塞罗那这个领行李的这个人啊，哇天哪，人够多的啊！我们花了1个多小时，这个行李才上架啊！等了整整1个多小时。这个因为人实在太多了，我估计他内部就是忙不过来了嘛，整整搞了1个多小时。哎呦，我是昨天真的是没有心情拍片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没有心思拍片了啊！今天总算是可以，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啊，就是拍一下一个新的片子。我现在呢，就是在帮这个朋友啊，就是搞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你看很美吧？啊，空空如也。这次我来的任务呢，我就是要帮他买家具。但是这个天气啊，我这欧洲的天气，你每年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啊，就已经不对了，我这个鼻子就不对了，就开始要花粉过敏了啊。因为巴塞罗那现在的这个温度啊，其实是很热的，就是很暖和的啊。只要它这个太阳一出来啊，现在是早上7点多啊，你看外面已经是人潮涌动了啊，很多人，对吧？已经是很多人了，已经车啊人啊已经不得了了啊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好的区，这个我朋友在这里买了一个房子。昨天到了这个地方以后，我就连摄像机都不敢拿出来了，因为这里是旅游点嘛，算是一个很大的旅游点。圣家堂就在我们这里隔壁嘛，所以呢，我都不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然后到了机场以后叫了计程车以后，就开到这里附近，哇，真的是那个计程车司机竟然不认识路啊，把我就送到很远那边那个路口去了。然后我就紧张啊，我跟你说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草绳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够紧张啊，因为我怕谁啊？因为我背了一个包，拎着2个箱子，我跟你说，拉着飞快，我就怕哪个小偷盯上我了啊！上一次我被偷呢，就是前面那条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到了这个地方，我就变得特别紧张，变成惊弓之鸟了。我片子也不敢拍了，我就拿着这个2个包裹，然后那些东西啊，就是直接就闯进这个公寓楼，对吧？这个公寓楼嘛，因为我上一次就那个地址啊，就是在谷歌上面标的不对，然后我找了半天啊，找到这个地方来，那紧张的要命啊！等到我所有的东西都放进这个房子里以后啊，那个旅行箱啊什么都放进房子以后，总算是给我就是松了一口气。所以后来昨天呢，还有这里没有网络啊什么的，电话卡也没有，很多东西都没有嘛，都是缺少就是都是没有家具的嘛。那么我就正好，这次的任务呢，就是说给这个房子啊，配一些家具，配一些日用品啊什么的啊。这就是我这次来欧洲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啊，就是说把这里的家具啊什么东西都配齐了。啊，那么正好趁这个机会呢，那就给大家就展示一下，就是说我买这些东西大概要多少钱啊？那么我们买的呢，不是那种很差的东西啊。我始终是觉得啊，就是说，你住的一个地方，对吧？是质量首先是要紧的啊，因为你这个生活品质是要保证的。在生活品质保证的情况下呢，你买一些比较所谓的好一点的东西，然后呢就是再来看哪一个比较合算，哪一个比较便宜，哪一些东西比较就是物美价廉 ，CP 值高，对吧？这就是我的一个就是基本的这个就是买东西的一个准则吧，啊，千万不要去贪这个小便宜啊！就像我昨天啊贪这个小便宜买了一个锅子，结果那个锅子不是电磁炉的，它上面写的是电磁炉的，对吧？拿回来这个电磁炉，它里面的铁的成分非常少，我知道它的铁的成分非常少，
就导致这个电磁炉就烧这个锅子一直烧不热，因为电磁炉主要是靠铁里面就是它这个电磁感应嘛，然后把这个下面那个锅底给加热了，结果那个锅底这个锅底就不够好，然后呢就烧的不够热啊，就是导致你这个锅子就不好用，对吧？所以这种劣质产品啊，这里是非常多的啊，在欧洲也是有大量的这种中国人啊开的那种小店，小店里面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买的，比如说买个筷子啊，买个砧板，就是切菜的这种砧板啊，这个 OK 的，对吧？但是你要买稍微有一点点技术含量的东西啊，你稍微要买一点稍微好一点的东西，那你就麻烦了啊，经常碰到就是那种义乌货啊什么的。在西班牙我现在发现是非常多的啊，很多时候你买东西，你买个勺子，那没有什么技术成分，那很容易，对吧？但是你买一个稍微有一点点质量上面有点要求，品质上面又比较好的，对吧？那东西呢就不能去买这种小垃圾货。所以呢，我买个水桶啊，买个垃圾桶啊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。那么真正的在欧洲这个要买好的货呢，还是要去大的商场买。当然，它这个税呢是很贵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欧洲买家具啊，买什么东西是一点都不便宜的。电器类的东西呢，是非常好的。欧洲这个东西，你看像这个德国的东西啊，德国的电器啊，是可以算是非常非常耐用的啊，就跟奔驰跟宝马一样，它做的这个品质这个细节上面把控的很好。所以说西班牙这个地方呢，基本上什么东西就是好东西也有，就垃圾东西也有，有大量的这个中国人啊在这里开的这种杂货店。这个杂货能够齐全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凡是你想要的都有啊，凡是你家里要用的小东西，比如说锅碗瓢盆啊，勺子啊，调羹啊，对吧？包括这种拉的这种买菜的车啊，对吧？反正你能想到的都有。我昨天去了一家，就是买点杂物回来，东西实在太多了，什么东西什么杂物都有啊。而且价格呢，普遍比这个在欧洲这种大商场买的呢是便宜很多。这个中国人开的这种杂货店啊，一个家呢就是很多东西啊，也是需要这种杂货店来填充的。比如说缺少一个，比如说烤蛋糕缺少一个烤蛋糕的手套，那你可以去买一下，对吧？或者烤盘缺少锡纸啊什么的，锡纸盘。对吧？这你也可以在那边选购啊，看一下这次我大概要花多少钱，把整一个这个房子有3个房间，3房1厅的这个房子配齐，大概在欧洲买家具、买电器，对吧？冰箱、洗衣机，包括这些，看看我们能花多少钱。现在你看到的呢，我是拿着这个大的摄影机在跟你讲话的啊，但是呢，出去呢，我不敢带这东西，现在。因为我这个东西一带呢，人家一看你就是游客，而且拿这个大摄影机到处拍，对吧？很容易遭贼啊！我们不要引发别人犯罪，所以我呢只能带一个小的啊，我只能带一个这个啊，带一个小的出去，因为大的实在太显眼，太容易引发别人犯罪，别人一看你就是游客。所以呢，我想我还是带一个小的比较安全，口袋里面一放。这个地方是个贼窝啊！这个地方真的是个贼窝啊！你如果带包啊，你带箱子，你出去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很小心的，就是说随时随地就有人哗一下子跑过来，把你的东西偷走了。你带一个，比如说女士的包包，前面有敞开口袋的那种，那是绝对不行的。就比如说，只要走出去5分钟，后面的人就把你东西拿走了啊！就跟我们以前就是在上海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新疆人，就是他拿你的东西像明抢一样的。那么这里还比以前那个新疆人还好一点，他至少不明抢，但是人家手法很高明的。所以呢，我出去呢，我就带个信用卡，对吧？买单啊什么的时候要用，对吧？然后这一点是好的，那个现金不用带很多的，现金只要带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你只要比如说口袋里面有50欧元就可以了。平时你消费什么都会刷卡，就是空手的这样出去啊。你去买东西也好，你去干什么也好，这个你只要手上有一张信用卡，全部都搞定了。
但像相机啊这种就是高价值的东西呢，就是这些游客区的这些小偷的主要的目标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。这个地方就是说什么都好，我真的觉得什么都好，因为我昨天下去逛了啊，什么都好，买东西很便宜。这个1公斤的水果1.9毛9欧元啊，说起来也就是多少钱来着？15、16块钱人民币，还是1公斤的水果，而且这个水果的新鲜程度，包括它这个品质啊什么的都非常好，在超市里面买东西都不贵啊，日子是很好过的，在西班牙我现在发现啊，但是就是要谨防小偷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当然不住在市中心呢，你就好一点。而你这个人就是穿着上面不像一个游客呢，就没什么人来偷你的。他们主要就是针对游客的，而且针对游客还针对亚洲人，因为亚洲人有钱，带着钱出来的啊。其他的时候呢，就是如果你是本地的，他一看你是本地人，他连偷的兴致都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就是说对我们非常不利。我一跑出去就是个亚洲面孔，人家就会，就已经潜意识上面就盯上你了。然后呢，你比如说你再弄个相机，这里拍那里拍，这里拍那里拍，然后稍微一不察觉呢，后面背后的包被人家划掉了。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餐馆，餐馆都不贵，真的不贵。那个餐馆里面的吃的东西呢，都是。就是你想要什么都有什么，海鲜饭啊，有些各种的海鲜小炒啊，油炸小鱿鱼啊什么的，都很值得去吃一吃的。我觉得我在这里附近，我昨天在这里逛嘛，哎呦，我看到这些东西啊，我的感觉肚子都不够的，不够饿啊，真的是不够饿啊，想赶快去吃啊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一个人有时候。你想一个人跑进一个饭店，有时候想想算了，回家吃一个面包，吃碗面就算了啊，就没有那种心态，就是去享受这个生活。当然，我这里房子是空的也是个原因。如果这个房子东西都放好了，就是很多吃的啊、冰箱啊什么都准备好了，那么可以过一个很好、很舒适的一个生活，而且环境也是非常好的。建筑啊，包括博物馆啊，这里太多了啊，可以说是你可以玩个1、2个月，对吧？这个城市有太多的元素在里面了，有太多的店家值得你去探索了。就不要带这种很好的设备来，不然的话呢，贼都惦记着你。他们有一套这个，我问过啊，是这里的当地人跟我说，他们有一套专门的销售渠道，销售到整个欧洲去。就你的一些所谓的好东西，他都能卖掉，所以呢，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钱，就是他有一条通道的，所以说他不愁这东西卖不掉，所以在他眼睛里，你拿着的就是现金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很多上一次我在这个中国领事馆，很多碰到的人就是他是直接从机场来的，机场出来了，东西已经被偷了。然后就直接来中国领事馆，什么办签证啊、办护照啊，都是这些人，因为他们从中国来，根本就还没有意识到危险，那个小偷已经把你东西给偷走了。所以就是说这一点，如果你来西班牙，这一点你要非常注意。而且这个西班牙这个巴塞罗那，它不是那个机场吗？是进去的人跟出来的人是在同一个空间的，也就是说登机的人跟下机的人是同一个空间。那么这个就是造成很混乱，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整个候机大厅啊，它不跟我们其他机场一样，像巴黎的机场进去跟出来的人永远碰不到，对吧？像这个中国的那个大多数机场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进去跟出来的人是碰不到的，而且这个是大机场，不是小机场。如果是个小机场，你说就没有2、3个人就进进出出，其实都是一起的，这个可以理解。但是它这个机场已经大得不得了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他进去的人跟出来的人是在一起的，所以呢，你就很困惑，人很多很多，就有时候你连出去啊都很挤嘛。那么我就觉得，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很多双眼睛啊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哪双眼睛盯着你了。所以我说，你昨天拿那个2个大箱子啊，我提着箱子，我这
冲到这里来，对吧？心里面紧张的不得了，因为我上一次就在这里附近被偷的嘛，紧张的不得了。就是说，人家一看你就是游客，大箱子前面背个包，对吧？一看你就是游客，太容易被偷了啊！弄得我紧张的不得了，两个手拼命的抓住，我就怕哪个摩托车把它开过来，把我箱子提走了，对吧？或者有谁，如果我那个背包往后一背，对吧？我在这里提箱子，后面有人把我拉链拉开来了，啊，所以我紧张的不得了，啊，赶紧的冲到这里，把这个外面的这个防盗门什么的就关上，就结束了，啊，而这个公寓呢是很好的，公寓就是外面一道门，外面门开了以后，外面有一个很小的空间，里面有一道门。啊，它需要2把钥匙打开，2把钥匙打开了以后，进了这个公寓，公寓里面还有防盗系统，所以说你可谓就是说在这里这个防盗系统它做得多好。你看这个公寓啊，他们都装的那个就是说智能防盗系统，还有摄影机啊在这里，就是说谁只要把那个门打开了，马上就报警了啊，马上就报警了，很快人家就来这个保安就来这里就是来看了。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公寓方面一定要，就是他做得非常好的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啊是很遭贼的。我就这么一提啊，如果你来西班牙，真的要很小心。看看我们家楼下这里就是圣家堂了啊！我们家这里就是楼下就圣家堂，很美吧？等于说这个是也算是世界10大奇迹了啊，也是一种享受啊！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啊，我要坐地铁了。今天我要去买电器用品啊，洗衣机啊什么的，全部都今天我想要把它全部都准备好，看看能不能顺便把床啊什么的全买齐了。这里就是圣家堂的地铁站，我还没坐过这里的地铁。这个地铁站啊，跟这个巴黎的这个地铁站有的一拼，至少啊，这里有一个明显比巴黎这个地铁站好的优势啊，就是没有尿骚味。巴黎这个地铁站啊，就是说它这个尿骚味实在是太厉害了啊！就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有那么多人的地铁站可以随便撒尿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里至少没有，还算是干净的啊！这个地铁站，我们要坐2站路，就再走过去就到了。这里有大量的那种应该是南美人，就是墨西哥啊什么这种来的，然后这个叫什么来着？是非常非常的黑，对吧？然后你看我昨天闹了个笑话，知道吧？昨天我进了一个中国人的那种就是卖杂货的小店，对吧？然后那个中国人就跟我讲那个西班牙语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讲西班牙语？我是中国人啊！我还以为你是南美来的呢。因为我最近去了泰国嘛，泰国刚刚回来，整个脸都是黑的嘛，啊，他们以为我是南美人呢，你说本事大吧？啊，这真的是我这个脸还真的是黑嘛？我再看看，是不是黑呀？啊，好像还可以吧？啊，这个车比跟巴黎的差不多。地铁啊，我总体感觉下来了啊，比法国的好，真的，我承认我之前说的是错的啊。这个地铁它这个地铁站很干净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尿骚味啊什么的。这个而且它这个地铁就是说，在巴塞罗那至少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很规整，设计的非常非常的规整啊。跟法国的这种老式地铁，它可能是它比较新一点啊，这个城市也不是很老，所以它的这个设施啊什么的都是比较方方正正。就是比较符合就是我们的这种感觉，像巴黎的这种地方啊，就是说它比较不符合我们的这种怎么说呢？它绕来绕去，因为这个地铁已经快差不多200年了嘛，它绕来绕去，对吧？
而在这里呢，它这个地铁是规规整整的啊。哇，今天有点冷了，我衣服我穿的有点少了，我觉得风很大，真的风很大，有点冷飕飕。刚才我又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伎俩啊，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啊。你如果出来的话呢，就比如说你坐地铁吧，如果你坐地铁，你在这个巴塞罗那坐地铁的话呢，你一定记得，你最好至少要带个5块10块的零钱啊，零钱我觉得你一定要带。这里它这个地铁站啊，它是这样的，它超过10块欧元，这个20块欧元跟50块欧元它是找不开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是找不开的，它这个机器里面好像都不能，就是说它不能找你啊，就是说不能找你10块以上欧元的，必须你要带一点零钱出来，不然的话不好买地铁票。比如说这里的地铁票还挺贵的，2块5毛5一张啊，单程的这个地铁票。这张地铁票呢，就是说，反正随便你坐到哪里，反正都是2块5毛5嘛。最大的问题是我刚才不是在买那个地铁票嘛？地铁票买了我就没有零钱，我是带了20块欧元，然后就出问题了啊，就怎么找也找不开，然后来了一个老头把我吓得要命，我现在都成了惊弓之鸟了啊！他说你没零钱啊，对我说没零钱，他说你刷卡呀，那我说好，反正我刷卡，我一看这老头好像也不是这个就是地铁公司的人啊，一看就知道这种老头挂着个腰包，对吧？我卡也刷不了，就是什么都干不了，结果那个卡也刷不出来。他这个地铁公司他说网络不行，结果呢我拿出一张20块，他说我跟你换，他拿了2张10块跟我换完你知道干什么？跟我换完他帮助我啊，很热心的帮助我买地铁票，买完地铁票说我没钱吃饭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钱吃饭？他帮我把20块的换出来，换成2张10块的。我看他的口袋里面至少有100多块钱。他说能不能给我一点钱？哎呀，你说这个套路，你说你受得了吗？啊？他说他口袋里面明明至少有100多块，我看有2张50欧元的，对吧？他跟我换完了以后问我讨钱，算了，我想这个人也帮了我的忙了，给了他2块钱啊。这个套路很有意思的啊，这种是一种另类的讨饭方式啊，就是说他帮助你，他假装帮助你，帮助你以后问你讨2块钱，那么你想想算了就给了，你就当多买了张地铁票了，哎，你说他们的套路多嘛啊，所以我是每天啊我都是在发现不同的套路啊，总算是今天算是有惊无险啊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个城市啊，就是说有大量的这个南美人啊，现在就是说大量的南美人到这里来从事这个服务业，就是比如说是墨西哥人啊，哪里的人啊，对吧？有大量的南美人啊，他从事了服务业，所以现在造成他这个。就是说，它这个经济发展还是可以的。比如说我家里面就是昨天我那个装修的工人啊，他那个装修工人昨天到那个房子里面来，我一看哦，也是一个南美人啊，黑漆漆的，乌黑的，然后矮小的，然后呢就是来，他是专门做装修的，搬了一个很重的那种装修的那种工具箱啊，就是来帮忙装修了。今天早上呢，然后那个装那个网络的人啊，也是一个南美人啊，所以他有大量的南美人从事了这种基础服务业，所以他这个价格啊才不会，就是说整一个市场的价格才不会特别的高啊，是这个原因，我觉得啊。平时我们在路上这些人比较少，我觉得，但是真正的就是说在就是你家庭呢有一些服务啊，他们的那个服务还是不错的啊，这个比法国巴黎啊，还有这个英国啊这些地方就是服务好很多，因为他们的这个廉价劳动力挺多的嘛，速度很快啊。我昨天申请网络，今天就是说一早他就
就是他说到我家门口了，然后就开始接网线，对吧？全是南美人在干活。